活了18年才发现自己是个男配，身边所有女人都会被男主无情夺走，高冷傲娇的青梅校花，大到病娇的冰山总裁，甚至是说好陪我一辈子的温婉姐姐，只要男主轻描淡写的一句天凉了，这群疯批女主就会毫不犹豫将我粉身碎骨。于是当女主再次为了男主找我麻烦时，我决定开摆了。安以诺不说还好，他这样一说，同学们的偷笑声是怎么也止不住了。安以诺急得都快要哭了。安同学你怎么了？耳边传来我关心的声音。安以诺泪眼朦胧地看着我，不要你来装好人，这可把我急坏了。别安同学，你该不会也得抑郁症了吧？要不道歉的事情先缓缓，你先去和晨曦同学交流一下抑郁症的一些心得。安以诺蹲下身子，双手将脸挡住，悄悄滴下2滴泪水。臭宋墨坏死了。虽然安以诺蠢，但为人确实算不上有多坏。我也不想过多的为难他，直接伸手将他从地上拉起来。走吧，安同学，可别让晨曦同学等久了。安以诺擦干泪水，瞪着眼睛道：不要你关心，我才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呢。等到我和安以诺来到校医务室，只见一个留着中长头发、看上去很是柔弱的少年，正泪眼阑珊的靠在病床上，娘们唧唧的抹了半天的眼泪，才突然发现有人进来了，于是手忙脚乱的擦干眼泪。看见我，他身体猛然一颤，好像很害怕我的样子。晨曦，我带着宋墨来向你。安以诺话还没有说完，晨曦就哽咽的抢着道：对不起，宋墨同学，我没有告状的意思，是班长太关心我怕他担心才说出来的。求求你不要怪班长，你要是生气的话，就只对我一个人发火好了，我再也不敢告状了。我冷眼旁观，静静的看着晨曦的表演。这个死娘炮熟练掌握了绿茶的生存法则，如果不是忌惮那剧情惯性，我就会用行动告诉晨曦，再见的表男2巴掌都能治好，如果没治好，那就再来2巴掌。安以诺看见晨曦泪眼朦胧的样子，心中越发心疼。晨曦实在是太可怜了，一直被欺负，难怪会得上抑郁症。然后又听见我的心声，晨曦都哭了。宋墨居然还想要打晨曦，他还是人吗？安以诺的声音之中压抑着怒火道：宋墨，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是不是还胁迫晨曦了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秋后算账去找晨曦麻烦，我也就不会再顾及同学情面了。我安以诺也不是吃素的，这女人是真的蠢到极点，她是眼瞎看不出来吗？晨曦明显就是装作这副可怜样子，老子话都没和她说过2句，她就话里话外都在说我霸凌她了。傻逼女人，你看看周围的同学有几个像你一样蠢，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的。我有些火大，在心中痛骂安以诺，但还是维持住自己的表情，轻轻一笑。晨曦同学，我记得我们之间应该没什么矛盾吧？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晨曦怯怯地将脑袋低下。宋墨同学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，你也从来没有欺负过我。我对晨曦的回答早有预料，正要开口，安以诺愤怒的声音响起：宋墨，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，承认自己的错误就那么难吗？这家伙为什么就是不肯道歉，还一直在心里面鄙夷晨曦，还骂自己是蠢女人。安以诺此时像是一头暴躁的母狮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看见安以诺发火，围观的同学们都是噤若寒蝉，不敢在这个时候触安以诺的眉头。魔都安家可不是好招惹的呀。我眼神平静，晨曦那沙比不愧是主角呀，开局一条狗，装备随便爆。他又在心里面骂自己是一条狗，不要以为比喻诙谐一点，自己就听不出来了。安以诺的忍耐到了极限，他拿出手机来就要给家里人打电话。宋墨，你清高是不是？那我就按着你的膝盖让你跪下道歉。我冷冷道：怎么，我连解释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安以诺嗤笑道：人证就在你面前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宋墨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立刻马上向晨曦同学道歉。我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。安以诺同学，你是以怎样的立场要求我道歉的？我是班长，我有义务保护弱势的同学们，还真是义正言辞啊。我嘴角微勾，请问晨曦同学，你是什么时候去上厕所的？晨曦胆怯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是中午下课之后去上的厕所。我上厕所的时候听见宋墨同学的声音，然后想要打开门，却发现门被反锁。我冷笑一声，是吗？但是我中午下课之后根本没有去上厕所，不可能，我明明听见了你的声音。晨曦有些着急，他可怜兮兮地看向安以诺道：我没有撒谎，不信的话可以调监控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候。好，调监控。现在我们谁都是一面之词，只有监控是公平公正的。晨曦没想到我竟然完全不虚，他面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竟然直直地晕倒在病床上。安以诺急坏了，连忙摇晃着晨曦的肩膀，大声喊道：校医呢？快叫校医过来呀！2分半后，林医生，晨曦他应该没事吧？安以诺小心翼翼地询问校医，心里面也更加埋怨我，打定主意一定要让家里面给我一个教训。他一直在装晕，能有什么事？我的心声再次响起，安以诺已经见怪不怪了，他已经接受了我对晨曦抱有偏见的事实。校医检查了之后微微摇头，他的身体很健康，最多就是有点低血糖。校医叫做林微微，是一个外表相当清纯，身材却是爆炸的女人，也是原著女主之一。晨曦就是这次晕倒和她认识的，从此就总是装病来林微微这绞尽脑汁的勾搭。林微微有些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这人刚才说话了吗？好像是在说这个同学是在装晕，是不是装晕都看不出来？这个林微微果然不负我对她的看法，胸大无脑，这些年学到的知识都学到狗身上去了。林微微有些生气，说谁胸大无脑呢？想要辨别一个人是不是装晕很简单，出其不意在其眼睛上吹气，真正晕倒的人或者睡着的人是不会有任何反应的，而装晕的却会眼睛下意识的闭紧。听说林微微还是医学系的硕士研究生，真特娘的扯淡，不会是托了林家的关系才考上的硕士吧？魔都林家同样是魔都的地头蛇家族，比之安家丝毫不逊色，但是林微微这小东西偏偏就不喜欢经商，而是喜欢学医，更是低调的在大学里面当了个校医。脑海之中又想起我的心声，林微微这会儿盯着我看，确定眼前的这个小帅哥
哥根本连嘴巴都没有张开过，心中顿时觉得神奇无比。但他现在的更多的是气恼，居然说他是靠关系学的硕士，什么意思？自己非要狠狠打他的脸不可。林微微神色淡然，装模作样的观察了一下晨曦，眉头轻轻蹙起来，好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。安以诺急坏了，林医生，是晨曦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吗？这倒不是。林微微沉着脸道，只是什么？安以诺着急道。林微微忽然向着晨曦的眼睛吹了一口气，晨曦眼皮下意识的闭紧，果然，这个晨曦竟然真的是在装晕，我感到很意外。林微微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精明了？不是说林家的大小姐是个学医学傻了的傻白甜吗？